我们就开始咱们的比赛，团队火拼赛第2期上半场正式开始。希望坐在对面的朋友们好好发挥，也辛苦各位现场的观众朋友了。就像在剧场那样，还是老规矩，喜欢就笑，喜欢就投票。我们的上半场开场演员也很不容易，而且他是一位来自海外的朋友，他是一位东北人，但他生活在新加坡。哎。我们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阿水！大家好，我叫阿水，我是在新加坡生活的华人，然后我老家呢是东北的，所以海外呢不光有华人。还有华人嘛，华人，对，这自己人。新加坡那边的华人也看咱中国的综艺的，啊，但是追的不勤了，可能会有一些滞后。咱这边的很多梗啊、流行语啊，传过去可能都成老梗了。但是我们也很爱看。很爱看，因为质量都很好，很精彩。怎么说呢？奥利给啊，形容一种酷毙了的感觉啊。包括单口喜剧综艺，我看的比较晚。这么说吧，现在海外网站上我看得到的几个国内脱口秀新星，现在他们在国内已经看不到了。他们现在在海外正当年，或者说国外乱了。我的生活前几年也比较乱套，工作方面啊，在海外被裁员了，就是国外有些公司他们裁员不提前通知的。我那天正常下班呢，我看到 HR 在那儿突然加班，我说那我就先走呗，啊，果然第2天一早收到公司 CEO 发给全公司的邮件，开头第一句 ，It is a hard decision。我这一看呀。来硬的了，确实是能先走了是吧？当天就被裁了，当天被裁的。跟大家说一下是啥公司吧，就国外那种一创业就要做什么全球化的公司 ，Global Company， 哪有那么 global 啊？就自己网站做的高大上，啊，贴一堆外国人。4个人恨不得凑7种肤色，那几个人假装对着一台电脑工作是吧？那个话外音也很应景。We are future maker, we are problem solver, we work together because there's only one computer, there's only one. 一台电脑可不就 work together 吗？当时在海外接着找工作，挺累的，就是要接触各种 HR，就是刚被一个企业踢出来，你要再听新的 HR 宣传他们那些企业文化，我心里就俩字儿：忽悠，接着忽悠。我当时面试咱国内大厂在海外的部门，啥公司我也不说了，反正那 HR 说话挺有范儿的，感觉每个字都有节奏啊，非常感觉在跳动啊。当时那 HR 是这么跟我说的，说你要加入我们，你还是要融入我们的这种文化，也就是我们的 culture。我说请问是什么 culture？ 他讲我们的企业员工最重要的素质就是谦虚啊 ，Our people are always humble。你们知道什么人不这么说话吗 ？Humble people。你们公司这么在意 humble 吗？要人谦虚，那我加入你们，我可以玩命谦虚，对吧？老板问阿水，这个东西加班能不能完成？我说我哪有那个能力呢？我以后交简历，我就交一份谦虚的简历。编程不会，英语不会。面试官说不会，可不可以学？我说我可以学，但学不会。我不是说 HR 的工作不好，大家都是工作。我烦的是有的企业他那种拿腔拿调的，就是招你还要教育你那种姿态，
啊，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是在给做公司宣传，还是找你捐钱。那到你面前就加入我们，你得到的不仅仅是一份工作，它是一段 journey， 它是一种 mission and vision， 还是一段 yeah。你说这跟 HR 聊天，你能没有格局吗？是吧？他跟我聊的都是 What's your 5-year plan？ 你的5年计划是啥？我回家心想，我这劳务合同也才3年呢。跟这些 HR 面试的时候也不知道咋唠，挺累的。当时就特别希望学我东北我爸那样，就是在酒桌上都自来熟，能拿捏一切出场面，就是自信，对吧？一般一个老妹儿先把酒杯拿起来，有没有大哥讲2句啊？我爸拿起酒杯来，行。这老妹儿，你把酒杯拿起来，拿起来。酒杯里呢有酒，我喝了，你随意啊。我这人咱说就是好使，咱哪天咱能安排啊？那这个面试场面就会像现在一样，没有人敢说话。你感觉大哥没说啥东西吧？但是感觉大哥有东西。我面试的时候我就拿出这种自信，我面试的时候我就这么自信，谁还敢小瞧我？那 HR 拿起简历来 ，Can you introduce yourself？ 我说切。那 HR 老妹儿，你把我简历拿起来，拿起来。简历里已经有我一个简单的经历了，我写了，你看不看？你随意是吧？我介绍一下我们东北人，我们东北人好使。咱哪天咱安排，是吧？外国 HR 听不懂，我就给他解释，好使。I'm a problem solver。哪天安排 ？I'm a future maker。谢谢大家，我是阿水。谢谢阿水的表演。喜欢阿水表演的观众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掌声再次送给阿水。阿水虽然是第一次登上喜单的舞台，但是就很稳健的表演。我看几位也是看的，就是一直在点头。大鹏导演这一听就是老乡，对吧？老乡，纯老乡，我可能认识你爸。喝过酒。他说第一个包袱是华人，海外不仅有华人，还有华人，我就拍灯了，太亲切了。谢谢鹏哥。你现在羞涩什么？鹏哥去年看的鹏哥的电影，年会不能停。我以为在新加坡刚播到煎饼侠呢。而且他的表演真的就是有一种时空穿梭的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在这个脱口秀的舞台上听到忽悠这2个字了。阿水，我看你的资料是 AI 算法工程师，对，所以你脱口秀是兼职吗？脱口秀兼职，平时主业是做 AI 就那块。那你是怎么发现自己脱口秀方面的技能的？几年前因为疫情那段时间在新加坡，然后看咱国内的综艺，就是学嘛，自学啊，就自学嘛，看视频。因为真的很有陪伴感。其实国外那个我们看的综艺，真的就是国内的综艺，然后有很多喜欢的演员，像刘洋啊、周奇墨呀。然后我这是回来有一点粉丝心态，回来第一次见到刘洋。您是不是觉得他们俩刚出道？是不是？还在那时空里呢？还在新星。你们有刘洋粉丝吗？有。那你看过他们的视频就？哥们儿，一起练呐！你一组我一组怎么样？这个太像
像，声音都像。你可以退赛了。他是用 AI 研究过我吗？希望你追星不要追到那个待定间去，好不好？但我觉得他刚刚的表演里边，确实他一说，我感觉能看到一点点周奇墨在那种影子。就是我现在要给大家呈现一个你们不认识的人物，你们不认识的场景。你们甚至可以点一个周奇墨的段子，我都能给他学出来。爸爹，找不得杠，找不得杠，都赢我的呢，都赢，又都赢我的呢，都赢。Listen to 拜拜 ，Listen to 拜拜啊！大林看完之后觉得熟悉吗？有种。其实我在看整个节目的过程当中，我猜测啊，其实是一个较为内向的人。对。您和刘洋他是真他觉得这样他很那什么，您是模仿他套在他那壳后头，就是还是觉得做这些东西会有一些羞耻感。没有，就I 人是这样，I 人只有平时表达是非常少的，他只有在台上的时候有那么几分钟给大家看一下他是啥样人。再点一个，再点一个，别点了，不是，来，不是，原版视频的版权不在咱们平台，那个，有没有一种进入东方斯卡拉的感觉？好，谢谢阿水的表演，谢谢。阿水获得了我们气氛组的2票，那我们就要开启下半场第一次的挑战环节了。各位演员还没有上场的诸位要想一想要不要挑战。最后倒计时5秒钟。甄勇老师，他对我来说是新面孔。我最开始跟他交流，他说话我也没听懂。电视机我在这里吗？这个电视，哎呀，找 HR。我觉得他一定是特别厉害的人，然后我还挺期待他讲什么的。还可以是吧？这啥我不知道。今年接到了节目的邀约，第一反应是什么？第一反应是高兴。哎，那种时光飞逝，那种突然好像不真实，但就是我梦想的那一天，还是有一点胆怯。节目组其实找了很多人，我是一直坚信我能上节目的，因为我嘴巴好。哈？我加油冲就完事了，我们哈尼族不认输。Hello， 大家好，我是真勇，真正的真勇敢的勇，谢谢大家。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啊。我是这个来自云南的这个边疆少年。哦，是不是大家看见了边疆，没看见少年？那除了这个长相之外，我其实最大的特别是我的口音，大家听得懂吗？听得懂。对啊，我这口音很奇怪，连普通话都说不好。我妈到今天她都甚至不理解我这普通话能靠说脱口秀赚到钱。我妈不知道我选择了多艰难一条路呀。其实我这口音打电话很容易赚到钱的。我这口音也给我带来很多困扰。我这口音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是那个读书背文言文的时候，老师说我的口音话比文言文还要难听懂。记得有回背这个《月牙楼记》，我当时就背我说齐碧渊，先天子又爱又好像是了爱了。那这老师生气的跟我说：“真勇，要不你拿你家乡的方言背背吧，这样至少能保证月牙楼在中国。”但其实造成这口音的原因是我说少数民族话，我是少数民族，而且出生在那种多民族聚集地。我告诉大家，我是那个出生在云南省红河州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的哈尼族。那在多民族地区生活，真的会显得我们哈尼族很普通。你们听听看，苗族人会下鼓升旗，傣族人过泼水节热闹。我查了半天，我们哈尼族唯一的宣传点叫大年初一不出门。
这算什么民族习俗呀？那2020年的春节，全世界都是哈尼族啊？但是很多人对我们这种多民族地区很好奇。哎，之前就有人问我说：“哎，你们那边是不是还有民族住在那个部落里面？”部落，我们那边早就改名了，叫社区。刚改的时候，还有人说要派几个物业来保护我们。我们说好的，我们会保护好这物业。还有人更好奇啊，之前有人跑过来跟我说：“真有，你们那么多少数民族，小学的时候一起读书，民族之间不会有文化冲突吗？”我小学的时候连文化都没有。所以没有文化，只有冲突。并且我们的冲突根本打不起来啊，因为我们根本听不懂对方在骂什么啊。除了少数民族聚集地之外，这里还是祖国的边疆边境。我告诉大家，我出生的地方有多边疆。就我出生的老家有块地种着香蕉，这边是香蕉，这边是进口香蕉。就有多边呢？就是我国最著名的那个边塞诗人王昌龄，他对我们来说他是内陆诗人。他被分配到那个边疆，要到我现在的老家，还得再被分配一次。有的人出生的地方条条大道通罗马，我出生的地方条条小路可以到金三角呀。但我特别不能理解的一个点，我今天生活在成都，我妈生活在这样的老家，她特别担心我在成都被人卖到缅北。我说妈，更该注意人事你吧。我在成都离边界线1000多公里，你在老家离边界就只有1公里。但我妈这个人特别乐观呀，她跟我说：“孩子，我担心啥呀？对面的现在我熟悉了呀，被骗过去了，我骑个摩托车就回来了。”难道那些被骗到缅北的人，他们没能逃出来，是因为他们不会骑摩托车啊？而且摩托车如果在缅北这么管用的话，社会应该给我们云南边界1人辆摩托车，特别是我们那边外卖骑手的电瓶车换成摩托车。哎，没事的时候送外卖，需要的时候过去接人质。到时候我们派骑手打过去了，对吧？对面的人看见我们打过来了，跟他领导在那汇报说：“领导，对面的打过来了，他们派了个团，什么团？不知道，反正他们边跑边喊，赶紧接，要超时了啊！”而且可能是因为我出生在这边老家的原因，我发现每次回老家，大数据对我有偏见，手机大数据对我有偏见。因为我给大家刷到那个境外电信的新闻标题是不一样的。哎，你们刷到的是境外电信就是诈骗，缅北园区有多危险，而给我推送的新闻标题是还在诈骗吗？这就是下场。好，今天讲到这里，现在我是边疆少年郑勇。谢谢，谢谢郑勇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掌声再次给我们来自后阳喜剧的边疆少年郑勇。谢谢大家，谢谢大家，非常精彩，非常精彩啊！这位边疆少年的这个整个的状态有没有唤起咱们边水少年大林的一些回忆啊？我都想振宇老师了。去年我们一块儿回来，今年他又回去了。人已留下来，快让那个他妈妈去解救一下。没事，我家摩托车是免费的，可以用。哦，那边一扫码就能骑回来是吧？特别好，特别好。我知道昆明那边讲马普是吧？马普，我们那里是哈普哈尼族嘛。哦，您那边确实是多民族融合。我上一个这么知道还是纽约呢，你知道吗？啊，就确实是特别热闹。而且我觉得您这个，我觉得其实普通话算是说的挺标准的了啊，是吗？就因为我们听起来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障碍。对啊，因为云贵川那边其实它西南官话也属于是
北方语系嘛，对，所以大家接受能力也都挺强的。然后再搭上您这个天然的这个地理优势，其实说出来，我觉得大家一个是觉得很新奇，再一个觉得您的演绎也挺好玩的。谢谢。如果边水晚是有第2季的话，到时候可以推荐一下我。到时候你当那个本胜出演，我来当本地出演，好吗？我觉得我们今年的新人真的非常强，而且你看这2位都是新人，然后风格完全不一样，但是内容也都是你没有听过的题材，跟讲故事的视角你也是没听过的，我就觉得很饱满。感觉竞争好激烈，有点不知道你们谁胜谁负。大鹏导演，就是如果刚才我的那段表演要加入一些我自己的乡音，就是我有的那个特点，声音特点，可能也许会更好。还在学习是？对，他就很好的利用了自己这个语言的条件，不是利用，是没办法。他的表演我们都听清楚了，不仅听清楚了，还听进去了，听到心里了，真的很了不起，很棒。欢迎来到我口音的世界。我觉得哈尼的哈尼去了，我怎么叫你这么暧昧的称呼？我觉得。哈尼，你说还叫我大领的你？我觉得甄勇刚刚表演就是让我最敬佩的，就是他需要大家听清楚的都听清楚的，是需要你们听不清楚的都没说清楚，特别厉害。对，语言能力运用的非常娴熟。我也是云南人，甄勇也是云南人。其实因为我看甄勇的演出是最近在上海的开放麦听到的，然后我上一次在一个开放麦就笑出鸡叫，还是几年前。看徐志胜，我的天，口音也这么好笑。所以甄勇非常的有特色，而且他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从确实是很艰难的地方走过来的。他们的老家是那个《变形记》的，拍摄地就。对，是就是真的，我那个小山村就在越南的对面，就是哪怕那时候我小时候，我出生的时候好像都没有通公路，没有通电，唯一通就是通风。但这一些都阻止不了我想成为的人。妈呀！哇，那是怎么开始讲脱口秀的呢？脱口秀就是我之前在昆明一直说，因为我不太适合打电话，我感觉。你不要刻板印象我们啊！你是非要从事语言类的行业是吧？然后在昆明做脱口秀之后，了解到之后。就在昆明一直做，但是在昆明的市场很小。是去年有个机会，我在看到了成都后雅发一个比赛的稿子，我就去参加了。那时候我好像手里面只有几百块钱了，然后我就去参加比赛。因为我妈告诉我说，再给你1年机会，如果你不到头了的话，就回来吧。这样就是有点想哭嘛。哪怕这么危险也要回去。所以我就回来了，所以那是我唯一的筹码。但是我去成都比赛之后，我真的得了第1名。哇！嘻哈跟你们平时经常待在一起？对，然后而且甄勇，我跟王悦在这边很感触他说那句话，是因为我们第一次看他来的时候，他真的就是只穿了一双拖鞋，衣服上面啥都上面是有一些震撼哈。你甄勇啊！我补充一个信息啊，就是甄勇当时来那个俱乐部参加比赛的时候，我很感动的点就是他来彩排，他的脚是肿的，然后我后来问他，他不好意思跟我们说，他说他买的站票站过来的。是因为太远了，因为成都到昆明的那个火车很慢，17个小时是不是？是的，但是我就一直站着。我那时候就想了，我说我未来一定要在中文脱口秀找到自己的坐票。